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这2天在宜兰旅行，旅行的第2天，一大早来到二结，我们要造访二结附近的古迹，就从二结王公庙开始。二结王公庙的过火仪式是台湾规模最大的过火民俗活动，已经被登录为宜兰县文化资产。我后面的二结王公庙旧庙也被登录为历史建筑。这是二结王公庙的旧庙。 正安庙，二结王公庙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。我后面的这一间旧庙是在昭和4年的时候重修的。民国86年，正安公打算新建新庙，当时信众舍不得旧庙拆除，是动员了大型机械，还有1000名信众，集体将旧庙往南迁移100公尺，然后将原本坐北朝南改为坐南朝北。 可以新庙旧庙面对面。旧庙现在是作为二结庄生活文化馆，可惜没有开放。二结王公庙的新庙非常有特色，建筑风格与台湾传统的寺庙建筑有很大的差异。二结王公庙供奉古公三王。 是福建漳浦湖西坑的地方神祇。3位王公是南宋时抵抗蒙古人入侵的3位勇士，后来被尊奉为地方神祇。随着先民渡海来台，也将古公三王的信仰传入台湾。二结王公庙，这是我见过的寺庙最大的龙柱。 岁丁酉年，2017年，民国106年。二结王公庙是在民国86年的时候迁移旧庙，准备盖新庙。不过当时不巧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暴，所以整个建庙的工程就延宕下来。我在2012年造访这里的时候，新庙都还没有落成，所以总共前后大约花了20年的时间。 才盖完这座新庙，当时是请日本的技术顾问团队来设计，所以这间庙的建筑风格非常有特色。一般台湾的寺庙很少看到这样的建筑风格。古公三王。 我们现在从二结王公庙前面的这条旧城2路，走往下一处限定古迹——二结糖厂殉职碑。马路旁这条水圳是二结圳，已经有200年的历史。对岸有一块2001年设置的二结棒子头遗址碑记。日本时代的二结糖厂就在这附近。当时5分车从宜兰各地的蔗田载着甘蔗前往二结糖厂。那火车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就要在这里称甘蔗的重量。当时台湾有流行一句谚语：“第一公进甘蔗回下崩。” 这个崩就是指在崩阿桃甘蔗称重，这是因为当时糖厂对于蔗农的甘蔗收购价格非常的不合理，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谚语：“第一公进甘蔗回下崩。”这里有一座小虹桥，右前方这栋建筑是台湾碗盘博物馆。老婆说想买碗盘。 不过刚问了一下，博物馆没有卖碗盘，只能参观。我看网络的资料是写，这个博物馆里面总共有2万多件碗盘。哦，蛮特别的博物馆。这是有鱼虾彩绘的盘子。
金峰四象。金峰四象原名李清标，新北市金山人。他的创作题材多取自传统神佛、民间故事人物与台湾传统生活文化。本馆认为他是继叶王之后，近100年来人物捏陶第一人。这是花砖墙，这里有陶瓷的发展史简介。这是漳州窑。17世纪初，台湾已经是大航海时代东亚的重要贸易据点。当时贸易陶瓷主要由漳州粤港透过台湾进行转口贸易。近年来的考古发现，在澎湖、台南有很多漳州窑出土，验证了早期台湾特殊的贸易地理区位。日本时代，日本政府引进现代制陶技术，分别在台湾的北投、莺歌、苗栗、南投等地区设置陶瓷制造工厂，奠定了台湾陶瓷现代化的基础。哇，前面这是台湾最大的盘子，不过这不是真的陶瓷，这个是木板做的放大版。我要继续前行，我要从这边左转西河山路106巷。我现在走的这条马路，还有现在的位置，就是日本时代二节糖厂的位置。我右前方的薛长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就是昔日二节糖厂的主要的厂区。薛长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。这边左转西河一路。长兴桥，进入福德路，殉子碑就在左前方树林里面。宜兰县限定古迹，二节纸厂殉子碑。殉子碑背面有刻字：昭和11年8月24日午后2时45分，当时工厂第1号贞节府爆破，总共造成13名员工罹难。昭和13年8月24日建立了这一块殉职碑。这是二节纸厂的殉职碑。二节纸厂最早的前身是台南制糖株式会社二节制糖所。1918年的时候，制糖所就决定将制糖剩下的蔗渣用来制纸。所以当时就派人前往日本学习制纸技术，并引进机器。从1919年开始制纸，后来糖厂转卖，制纸工厂则独立成为一家公司。不过后来名称也几经易手。在日本时代，后来这里形成2家制纸厂，一家是台湾纸业株式会社，在二节；一家是台湾兴业制纸株式会社，在4节。后来在1936年，昭和11年8月24日，台湾纸业株式会社的制纸工厂发生大爆炸。那一年的12月，台湾纸业就被台湾兴业并购，台湾兴业制纸株式会社因此也成为台湾最大的制纸工厂。战后日本人的资产被政府接收，就成立了中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。二节这里成为2厂。那4节那里是1厂，那里就是现在的中兴文化创意园区。这里刻有13位殉职者的姓名及籍贯，其中包括7位日本人及6位台湾人。这7位日籍员工来自日本各地，而6位殉职的台湾籍员工都是宜兰人，而年纪最轻的殉职者就是二节本地人方清江，当时只有18岁。
我现在往回走了，我老婆现在在 Seven 喝咖啡等我。这边大门写着中兴，这是现在的中兴纸厂2节厂吗？里面看起来还有一些老旧的建筑。这里可以看得到2节圳的特色，就是由圆卵石砌成的护岸。哦，那里有牌子写着兴中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2厂。哦，所以是兴中纸业，不是中兴纸业。刚 Google 了一下才明白，中兴纸业是国营事业，后来民营化之后改为兴中纸业，所以兴中纸业的前身是中兴纸业。前面是2节路，我要取左行。这里是兴中第2纸厂的大门。这附近还有一处限定古迹2节谷仓，本来要顺道过去造访，不过俗话说，妻子在不远游，有必有方，所以我还是先去跟我老婆会合好了。喝杯拿铁。我们接下来造访附近的历史建筑慈陵纪念馆。这是旧街一路2节王公庙的牌楼。慈陵纪念馆就在前面，旁边是慈陵公园。慈陵纪念馆是林义雄先生的旧家。12年前我第1次造访的时候，当时有开放参观，不过后来来了几次都没有开放。现在是宜兰县历史建筑。现在年轻人对于过往的历史可能比较不熟悉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这里。当年造访2节的慈陵纪念馆，心情就一句话形容：心有千千结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Google 一下林宅血案，发生于1980年2月28日。当时台北市刑事局局长曹吉先生说，他有99%的信心可以破案。不过这个案件始终成为悬案。隔了1年之后，又发生陈文成命案，也是成为历史悬案。不过又过了3年，又发生江南案。江南案是发生在美国，所以被美国的情报单位破获。原来是台湾的情治单位派出杀手到美国去把江南，就是刘宜良先生杀害。那个案件对台湾造成很大的震撼。不久之后，蒋经国总统就宣布，蒋家第3代不会再接班，因为江南案的背后指使者之一，美国方面指出是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有涉案。我们回到2节王公庙了，现在已经接近中午，所以我们就不去造访2节谷仓了。今天的2节古迹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2节历史散步路线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
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